欢迎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的是川普对全球发动的对等关税战被判定违法，因为在2月20号这一天呢，美国最高法院6位大法官对上3位大法官，6比3判定了这个对等关税是违法的。那目前各国也都在想如何因应后续的混乱，因为真的是很乱这个从10%到川普隔一天呢，他不是一开始呢这个否决了大法官，他说大法官这个做出这样的判决让他很不满意，所以呢要立刻提高10%，全球都一样。后来隔天又说要提高到15%，从18到15才1天的时间。好，那华尔街日报最近也报道说呢，目前至少在美国国内造成的混乱，就是呢看到1800家的企业提起告诉，他们要求联邦政府退款，并且每天都有新增的案件。那这些公司呢当中看到画面当中，你看到这个像 Costco 还有 Goodyear 还有呢邦诺书店这些知名的公司，而且呢他们大多都是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定之前就已经先提告了，判决出炉之后可能又会有更多的企业加入，包括呢现在已经看到的有 FedEx。美国律师界也预期未来恐怕会出现大量的诉讼潮。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塞特，他被问到这个15%的全球关税什么时候生效，他说他认为这个事情还在讨论当中，取决于现有谈判的进度以及既定协议的状况。另外，美国贸易代表 Greer 也表示说呢，目前关税的税率是10%，之后部分国家会调到15%，有些国家可能还会更高。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一次呢，这个判定违法之后呢，川普现在说从10%现在又要调到15%，然后要实施150天之后呢，要不要再延期？要必须通过国会的讨论。我看目前的一些分析跟看法，说这次至少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吴岳老师，我请教你认为说美国最高法院其实是在重新划定美国总统经济权力的一个范围跟边界，你不是无限制的这个扩张你的权利那川普也在社群发文说，他要求重审他说有没有重审的可能？他打一个问号。我也查了，这个可以重审，可是机会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呢，只能用其他的法律工具继续的推他的关税。您觉得刚刚提到的，现在美国国内的企业已经陆续的，包括接下来律师界也预期可能会出现大量的诉讼潮，因为这一次的被判违宪应该在预期之内早在3个月前我们就谈到嘛，美国的所有赌盘都认为说70%一定会被判违宪嘛。对那100%的人也都认为川普不会死心，早就有 B 方案了嘛。这个 B 方案就是刚刚你所讲的，叫做122条款。什么是122条款？它主要是针对有关于国际收支的问题。你可以说2025年美国的严格讲，2024年美国的贸易赤字高达1兆美金，2025年美国的贸易赤字也高达了9000多亿美金。因此，这个国际收支是有问题的。因此它可以动用122条款。122条款最多它能够所谓加到15%。但是它最长的时间也只有150天，必须要国会再重新再审议。那它的特色在哪里？它不需要经过任何调查。你用232条款来讲的话，可能商务部要调查；你要301条款的话，贸易谈判代表所要调查。那这个调查时间就会拉得很长。没办法让它衔接得上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很确定的讲说，它早就已经动用122条款15%的东西伺候在那里的。就 IEEPA 行不通，它就用122。这个所谓这个15%来讲的话，至少到7月份嘛。那7月份它当然可以再一次通过嘛。那严格讲呢，那就在5个月嘛，在5个月之后，当然就选举就结束了嘛。如果他失去了众议院来讲的话，那100%众议院是不会同意的嘛。没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第二个。那由于大家都认为说，对川普这样一个被最高法院判违宪的，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因此从去年开始，已经有很多什么企业就开始求偿了嘛。对。那你去看一看美国方面，你去看看纽约联准会他们的统计，那这一次来讲的话，从川普征收关税当中，必须要所谓退还不当征收的，大概最少有1350亿，最多到1750亿美金。那涉及的家数大概是2000多家，那最大特色在哪里？纽约联准会统计，川普所严格讲不当征收这1750亿美金当中，有90%都是美国企业缴的，就换言之，都是美国的进口商以及消费者在转嫁的。那如果你去看 Kier， 他们统计更离谱，
就96%，川普所增加的那些所谓不当关税，基本上都是美国进口商跟消费者所承担的嘛。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讲的话，那这个司法的诉讼的过程当中，当然第一个，川普一定是反对的嘛。那第二个，司法诉讼来讲的话，他要求4个月之后再来延后嘛。第五个，就算真的打官司，很多人说可能都要到4、5年以上左右的时间嘛。但是从这个角度，第一个让我们了解到说，美国毕竟它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那确实最高法院做出的这样一个裁决，认为总统不可能动用国家紧急状态，动辄以贸易关税做手段，而且看谁不爽谁就加谁。是，对，巴西本来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国家。就是看了巴西逮捕了他的美国川普的好朋友波索纳洛，就加了50%，权力的工具，对，就50%。看瑞士不爽是32%，就哪里有？可是看谁舒服，就马上可以降税的。对，那这种总统恣意妄为，当然最高法院这一次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那最后我们看这个问题的取决说，可能这诉讼过程当中会很漫长。但是美国的11月份的所谓3号的众议院的选举，将会决定说，川普将来在很多的经贸政策跟关税政策上，是不是还能够像现在的恣意妄为？不过现在已经是让看到各国是一个头两个大哈，因为后续要怎么去面对哈，现在当然很多还不确定的，包括10%到15%，连看美国的贸易代表也好，还有包括这个经济会议主席啊，都说还在讨论中啊。那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呢？欧洲他们的态度是如何啊？其实也很分歧。像德国智库的一位所长菲斯特他就说呢，像欧洲呢可以供应这 F-35战机零件等相关的工业关键品，好，但是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叫舒拉瑞克哈，他说，欧洲基于共识决的治理模式，欧洲其实很难适应大国竞争的新世界格局。另外呢，欧洲议会主要政治团体欧洲人民党的首席贸易协商代表则表示，我们实是别无选择，只能够延后批准程序，以厘清美国贸易政策的状况，就是以拖待变啊。最近也看到了前往中国大陆访问的德国总理梅尔茨呢，他表示说，德国欢迎并且鼓励中国大陆企业到德国投资。中德双方还签署了5项政府之间的协议。那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出口哈，包括了这个德国猪肉的出口要先恢复来做铺路，另外呢就是协议，涉及有关重启鸡爪产品这些对中的相关贸易。好，回到川普的关税哈，我们说川普的关税权力被限缩，没有骨牌效应，也有蝴蝶效应它的这个波及的部分怎么看？目前包括我们提到的德国还有欧洲接下来的反应这个制作单位这个标题下得很好，没有骨牌效应，也有蝴蝶效应那蝴蝶效应原本讲的说是巴西语的小蝴蝶扇动翅膀会带动千里之外的这个德州产生强大的龙卷风。这个德国这样的一个小步呢，有可能带动整个欧洲的政经结构的重组，甚至整个世界秩序的一个重塑，所以这值得期待。不过我们要特别讲一点2026开春以来中国迎来了元首访华潮有8个国家元首访问中国大陆一开始是韩国李在明带头，后来有乌拉圭、爱尔兰纽西兰、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8个国家，扣除农历春节包含在里面，平均1个礼拜来一个，所以说他们的外事部门帮的应接不暇，我们在台湾也看得很羡慕那特别强调就是说里面包含法国总统马克龙，那英国首相这个斯凯尔，还有德国总理梅尔茨里面，应该属德国梅尔茨最有分量。一方面，德国是世界第3大经济体；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就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所以它分量最重当然了，有一些媒体或名嘴会解读成这个欧洲国家已经要背叛美国，要这个所谓的反美亲华，这也是过度的这个渲染坦白讲，就国家利益而已啦。因为这个梅尔兹他在今年2月中旬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有讲到一点，就是说既有的旧秩序已经不复存在，那对于美国的不成熟依赖也不要再存在了。这意思就是说，过去美国当老大，那欧洲各国当护从这种模式已经慢慢被破坏，所以他们走入一个吹东风的一个风向改变时代。但是呢，这是国家利益的一个纯粹考量而已。举例来讲，因为中国毕竟在新能源还有 AI 领域算是世界的这个领先地位，那么德国过去是中国的老师，现在已经变成中国学生，不跟他合作，还是要跟谁合作？所以只是单纯的国家利益，因为为了最大的利益来谋求。
那当然我们要注意了，欧盟也不是铁板一块，当然有德国、匈牙利、西班牙、爱尔兰这些务实派，也有欧盟委员会，还有法国这些死硬派，根本认为要脱钩的。那也有这个他们认为说要跟中国保持距离的，也有所谓骑强派，像北欧、东欧、中欧一些小国。所以未来还是要看待说国家利益，而不是说单纯的反美侵华。是，欧洲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在于说，很多事情就是共识决哈，所以很多在意见分歧的时候，你就搞不定最后大家统一一致口径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做法或者是一个立场。好，那当然，川普呢，其实画面上也看到哈，他就立刻就发文哈，对于这个最高法院判定他的用 IEEPA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发动全球的对等关税呢是违法的。他说呢，不要高兴得太早哈。他说，如果有国家因此选择耍花样，就要后果自负啊，要面临税率更高、更多的关税。那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呢，他们认为呢，人工智慧热潮推升了美国对于科技相关产品的进口，包括半导体在内，所以使得呢，出口相关的像是中欧、波罗的海的国家，比如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会受惠，经济成长率将会加速至3.6%，到2027年呢，进一步会上升到3.7%。还有在下方这个 Varix Maplecroft 的亚洲研究主管也表示，虽然说这个眼前的负担有所减轻啊，但是法律上的转变增加未来，特别是出现有更多针对性贸易工具的风险啊，所以从科技业来看哈，这个行政管制却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出口额度，而且特别是 focus 在科技业，它会远大于其他行业。黄老师怎么看？这代表是不是未来的科技管制会越来越多？我刚刚很仔细在想 Rima 到底在讲了什么。他这一段我就觉得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他讲了这个针对性的贸易工具的风险，其实最后还是站在说，川普今天要不要出来针对某些特定的议题去开刀？那耍花招这件事情，目前主要出口的几乎都是美国的同盟国，这很明显看来是一个红色供应链跟非红供应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才觉得 Rima 这个评估，我会觉得，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但我们反过来讲，到底会发生什么一些比较针对性的问题？比方说军民两用技术，一些精密机械，比方说我今天在微影光学的部分，那我可能要做比较精密的移动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做到比较精密的解析？还有我的光路设计，那我可以针对特定性产品去加课关税，去避免技术外流。但这可能是非红供应链与红色供应链之间的一个竞争。那或者像一些特殊化学品，就有些国家就是可以把化学品做到纯度特别高，就让良率提升，然后甚至到一些关键的军用、民用的一些技术上，那这个其实才会是一个真正会去针对性某些特定科技产业的一个制裁方式。但目前看起来，我觉得发生的意味不太大，在于说大部分都还是美国同盟居多，那反而是他为什么要去处罚自己？那不就是帮中国去对他最大的敌人去送出了很多资源过去？所以我倒觉得不太会刻意的跟针对科技去管制进口美国这件事情，倒是他会不会把一些人才想挖到美国去做他们在地的一些人才开发，这个才是另外一个层面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就透过手段把人才反而不只是制造业回流，人才也都回流到美国。就像他的一个计划，台积电不就是他的一手棋之一嘛，就把人都挖过来。我像刚刚黄老师讲到说，这次的关税被判定违法之后，其实很多觉得谈了个心酸的，也都是美国的盟国居多哈，就觉得说我们千辛万苦了谈了1年多，结果呢最后谈了，然后说从这个10%现在变15%，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大家都还在伤脑筋中。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